很多人對藏傳佛教的印象大概都是這樣的：雪山、經幡、轉經筒，一步一拜的朝聖者，神秘、莊嚴、虔誠、超脫世俗。在那裡，似乎每個人都離神明很近。松贊干布是觀音菩薩化身，文成公主是綠度母，蓮花生大士能夠降妖除魔，密勒日巴在雪山苦修成佛，無數空行母在天空飛行，無數高僧可以轉世再來。這些故事構成了很多人對藏傳佛教的最初印象，甚至很多人會覺得藏傳佛教似乎比漢傳更接近真正的佛法。整個西藏似乎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被神明選中的世界。但今天我要告訴你，這一切都是後人花了1000多年一點點編出來的。如果你真的回到1300年前的吐蕃，你看到的根本不是什麼清淨佛國，而是戰爭、部落征服、貴族鬥爭、宗教博弈，以及一場長達數百年的造神運動。很多今天被視為神的人物，在最早的歷史裡根本沒那麼神，甚至有些故事壓根就不是當時發生的。今天我們就來扒開藏傳佛教最外層的神聖濾鏡，看看真實的吐蕃到底是什麼樣子。很多人以為松贊干布是因為虔誠信佛，所以建立佛教國家。但其實當時的吐蕃贊普並不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樣是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他更像什麼？更像高原各大部落聯盟中的最強盟主。在他周圍還存在大量實力強大的貴族家族，他們彼此联姻，彼此制衡，彼此爭權。整個吐蕃帝國其實是一張極其複雜的權力网絡。那最關鍵的問題是，在這種權力分散的環境裡，國王靠什麼統治？答案其實只有2個字：神聖。因為單靠武力是壓不住那些世代盤踞高原的大貴族的，所以吐蕃王室很早就開始強調自己不是普通人，而是神的後代。在吐蕃早期石碑銘文裡，贊普經常直接被稱為聖神贊普，甚至被稱作幻化之神。但有意思的是，不只是王室這樣幹，那些大貴族同樣也在神化自己。有人宣稱祖先來自山神，有人宣稱來自湖神，有人宣称來自天神。於是整個吐蕃政治出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局面，表面上是人在爭權，實際上是各路神仙在打架，每個家族都在拼命證明自己的血統更神聖，因為誰更神聖，誰就更有統治合法性。而就在這種背景下，佛教進入了西藏。很多人以為佛教入藏是一次溫和的文化傳播，但事實上，佛教是被捲入了一場高原權力鬥爭。因為對於吐蕃王室來說，佛教最重要的價值並不只是信仰，而是一套完整的新文明系統。佛教背後附帶着什麼？文字、法律、行政體系、文化合法性和國際外交身份。換句話說，佛教進入西藏從來不只是信仰，它其實是一場王權對貴族的戰爭。因為王室發現，如果繼續依賴舊貴族體系，贊普永遠會被地方豪族掣肘。但佛教不同，它來自外部，它不依附舊貴族，它天然可以成為王權的新盟友。於是王室開始大力扶持佛教，而這也立刻引發了舊貴族的強烈反彈，因為他們很快意識到佛教正在改變權力結構。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僧人開始進入政治核心。在赤德松贊時期，高僧娘定哀僧甚至直接被任命為王室首席顧問與辅政大臣。夏拉康碑的碑文毫不避讳地寫明，僧人大臣的功績足以比肩權勢滔天的世俗貴族，甚至公然對標當時勢力龐大的拔氏家族。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原本只能由貴族把持的權力開始被宗教勢力切走，這在當時是極其敏感的事情。於是貴族集團開始瘋狂反撲，一場激烈的反佛運動很快出現了。在赤松德贊年幼時期，反佛貴族甚至一度掌控朝政，他們直接下令禁止民間信奉佛教。這說明什麼？
說明佛教在西藏最早的傳播從來不是什麼溫和的文化交流，而是一場真正劍拔弩張的權力鬥爭。而這場鬥爭後來迎來了一個最著名也最富爭議的高潮——桑耶之變。按照後世流傳最廣的說法，公元8世紀末，吐蕃贊普赤松德贊主持了一場決定西藏未來命運的終極論戰。一邊是來自印度的高僧蓮花戒，代表的是印度佛教的漸修體系；另一邊則是來自唐朝的禪僧摩訶衍，代表的是中原禪宗的頓悟思想。雙方展開激烈辯論，最終印度體系獲勝。從此之後，西藏正式放棄中原禪宗路線，全面導向印度佛教傳統。這個故事後來幾乎成為整個藏傳佛教歷史中的關鍵轉折點。但問題是，這場辯論真的像後世描述的那麼清晰、那麼完整嗎？現代很多歷史學家對此非常懷疑，因為敦煌出土的文獻裡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禪宗也宣稱自己贏了，而且也有大量的信徒，這就很耐人尋味了。而更現實的問題是，辯論雙方語言根本不通，討論的又是佛教中最複雜的哲學問題。你覺得這樣的辯論真的能分出真正的勝負嗎？還是說，所謂辯論結果本身就已經帶有強烈的高層意志？因為對於吐蕃王室而言，選擇印度佛教並不只是宗教問題，更是文明路線問題。如果全面接受印度體系，就意味着西藏將進一步脫離中原文化影響，建立屬於自己的宗教與文化認同。你有沒有發現，很多時候宗教傳播背後都不只是信仰，而是權力？所以真正重要的可能根本不是辯論本身，而是後人為什麼要不斷重複這個故事。因為慢慢的，桑耶之變已經不再只是歷史事件，它開始變成一種文化記憶。它在告訴後人，西藏為什麼選擇印度，為什麼拒絕中原禪宗，為什麼自己的傳承才是正統。不僅如此，後世各大教派還將這場論戰當作博弈的工具。後期興起的薩迦派常常援引桑耶之變，將寧瑪派教義中帶有頓悟色彩的理念與當年落敗的中原禪宗綁定，借此暗示這些傳承不夠正統。這段原本並不清晰的歷史事件，經過後世不斷加工、重構、解釋之後，最後竟然深刻影響了此後數百年的宗教格局。於是，歷史開始慢慢變成神話，而這一切在吐蕃帝國滅亡之後徹底加速了。公元9世紀，強大的吐蕃帝國突然崩塌，整個西藏進入長期分裂與混戰。而當社會重新恢復時，所有人都面臨一個問題：西藏到底是什麼？在這種背景下，後世開始重新書寫歷史。其中最關鍵的一部作品就是12世紀最終成型的《瑪尼全集》。他提出了一個影響後世千年的敘事：松贊干布並不是普通帝王，而是觀世音菩薩化身。在吐蕃帝國時期的所有官方碑銘和文獻中，從來沒有任何一處提到松贊干布是觀音菩薩化身。松贊干布死後500年，終被封神。這一刻，西藏整個歷史的性質徹底改變了。松贊干布統一西藏，不再只是政治征服，而變成了一場神聖救贖。一位真實存在的政治家、軍事家，直接被升格為下凡济世的救世主。他以慈悲之力，將蠻荒雪域度化為佛國淨土。於是，西藏歷史也從帝國史變成了神聖史。而這種神話的歷史敘述，並不只是宗教幻想，它真正的作用是重新建立整個民族的身份認同。他回答了3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為何如此特殊？所以後來，無論是活佛轉世，還是上師法脈，還是宗教傳承，都會極其強調譜系。因為只有不斷證明我的源頭足夠神聖，才擁有真正的合法性。講到藏傳，真正的頭號大 V 是蓮花生大士。如果你去藏區，會發現蓮花生大士的形象無處不在，經幡、唐卡、寺廟、法器，幾乎處處都有他的身影。在很多人眼裡，蓮師是第2佛陀。
傳說他在蓮花化生，無父無母，能夠降服妖魔，收服鬼神，隱藏伏藏，預言未來，甚至進入淨土，自在來去，充滿神話色彩。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真的把時間倒退回1000多年前，撥開後來層層疊疊的宗教神話，歷史中的蓮花生可能根本不是今天很多人想象中的樣子。因為现代藏學研究越來越發現，蓮花生大士是一個經過數百年不斷神化、擴寫、重構之後的宗教形象，而真實歷史裡的那個原型人物，也許只是一位來自印度晚期密教系統的瑜伽行者。而且他來到西藏時，面對的也根本不是一個已經全面信佛的佛國，而是一個巫術傳統極其強烈，人們普遍相信鬼神遍地、山神林立的高原世界。而真正讓現代學界開始重新懷疑蓮花生歷史形象的，是一批極其特殊的文獻——敦煌文書。這些11世紀之前就被封存在洞窟裡的古老手稿，保存了大量早期吐蕃時代的真實痕跡。但問題來了，如果蓮花生真的像後世說的那樣，奠定整個藏傳佛教基礎，建立桑耶寺，降服西藏所有鬼神，是赤松德贊時代最核心的宗教人物，那按理說，他應該在早期文獻裡頻繁出現，但結果卻恰恰相反。在浩如煙海的幾萬份敦煌手稿中，你猜提到蓮花生的有多少？到目前為止，只發現了區4份文件提及他的名字，而提到同時期的祭護、蓮花戒、赤松德贊的文獻多達幾百份。尤其最關鍵的是巴協早期殘卷。巴協是什麼？它幾乎可以算是最接近吐蕃時代現場的佛教歷史記錄。它有很多版本，也在幾百年間被人不斷編輯創造。目前能找到最早期的版本是大英圖書館收藏的，編號為 P.1720 和 S.9498A 的殘卷，裡面詳細記載了王室如何引入佛教，祭護如何入藏，桑耶寺如何建立，朝廷內部如何爭論，很多細節都有。但奇怪的是，我們看不到那位第二佛陀蓮花生，甚至同时代碑铭裡也没有他的名字。這就和現在藏區到處都是蓮師產生了一個極其巨大的反差。我們當然不能因此就斷定根本不存在蓮花生這個人，這不是重點。重點是，為什麼一個在早期官方記錄裡存在感如此薄弱的人，後來卻變成了整個藏傳佛教最重要的神聖人物，沒有之一。這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問題，因為這背後隱藏着整個藏傳佛教的敘事邏輯。當時的西藏真正統治人們精神世界的，並不是佛教，而是本土鬼神信仰。在很多藏民眼裡，雪山裡有神，湖水裡有神，暴雪有神，瘟疫有神。普通人真正害怕的不是輪迴和因果，而是山神發怒，瘟疫降臨，牲畜死亡。他們認為這些是神在發怒。如果佛教想真正進入高原，就必須解決一個現實問題：誰能保護百姓？一個天天講空性哲學的僧人，對普通牧民來說意義其實不大，因為你沒法解決牧民的恐懼。於是蓮花生這種降魔者形象開始變得極其重要。在10世紀左右的敦煌密宗儀式文書中，蓮花生大士開始以神話化和儀式化的角色出現了。這時距離蓮花生生活的時代已經過了100多年了。他被描述為擁有超自然力量，能把魔眾關進帽子裡，能將沙子變成金粉的人物。之後幾百年裡，神話大量被創造。在民間的藏傳故事裡，你會看到蓮花生持普巴杵，不斷降魔，收服山神，踩住惡鬼，逼迫本土神靈發誓守護佛法。這不是單純的神話故事，這些故事反映的其實是佛教與本土高原信仰之間長期激烈的文化競爭。佛教要在西藏真正扎根，不能靠學術辯論，民眾迫切需要一個能用更強硬的手段、更炫目的魔法去打敗本土神明的人。於是人們創造了這些故事，而且聰明地構思了這樣的情節：佛教並沒有徹底消滅這些舊神，反而把他們重新編入自己的體系。
在這個神話體系裡，原本的山神變成護法神，原本的鬼神開始守護佛教，原本的巫術儀式也逐漸被佛教化，皆大歡喜。但即使如此，為什麼獨獨是蓮花生成為整個藏傳佛教最核心的神聖人物？答案就在吐蕃帝國崩塌之後，公元9世紀，強大的吐蕃帝國突然瓦解，整個高原進入長期混亂，王權崩塌，寺院體系崩潰，社會失序。而這種時代最容易發生什麼？造神。因為當現實世界徹底失控時，人們會瘋狂尋找一個能夠重新穩定世界秩序的神聖源頭。於是後世大量伏藏文獻開始出現。所謂伏藏，其實是後世僧人將自己寫的書假托是蓮花生大師所著，埋在地下，然後再挖出來。這樣一來，新的教義就有了神聖的來源，也更容易被信徒接受。越來越多的人宣稱自己發現了蓮花生當年隱藏的秘密經典，而在這些後期文本裡，蓮花生的形象開始瘋狂膨脹，最後他不再只是一個修行者，而變成第二佛陀、雪域開創者、降魔之王、一切秘法源頭，甚至整個西藏文明的神聖奠基者。神話不斷被傳頌，三人成虎竟然變成了很多人以為的歷史。這就是為什麼藏傳佛教會顯得如此神秘，因為它本身就是印度密教、高原巫教、王權政治、佛教哲學長期融合後的結果。回頭再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真正改變西藏的未必是佛教，而是誰擁有解釋歷史的權利，誰能定義什麼是正統，誰能把現實中的政治包裝成神聖的天命。於是真實歷史中的政治家慢慢變成菩薩，真實存在過的修行者慢慢變成神，而那些原本充滿戰爭、權謀與混亂的歷史，最終被重新講述成一場神聖救贖。這或許也是人類文明最有意思的地方。歷史從來不只是發生了什麼，更重要的是後人選擇記住什麼。我們創造了神，然後告訴自己是神創造了我們。那麼你覺得人類為什麼總喜歡造神？如果今天一個人被不斷神化，幾百年後，後人還能分清什麼是歷史，什麼是神話嗎？